在先前的课程，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列出完整的化学方程式，也学会利用质量守恒与电荷守恒来平衡反应式的系数。我们要如何应用平衡后的系数，得到反应物消耗与生成物生成的数量关系呢？今天的课程会一起学习如何求得反应物或生成物的摩尔数与质量。让我们一起看看以下这个方程式，相信你对它并不陌生。没错，这是哈伯法制氨的化学方程式，平衡后的系数比为1:3:2。从这个系数比可以知道1个氮气分子和3个氢气分子可以产生2个氨气分子，所以方程式的系数比同时也等于分子数变化量比。不过原子、分子是很小的物质，不方便以个来计算，我们会用摩尔数来表示原子、分子的数量。让我们回忆一下国中时学过摩尔的概念。摩尔是用来表示物质所含粒子数目的单位，1摩尔等于6.02乘10的23次方个粒子。在这个反应式中的系数比为1:3:2，表示1摩尔的氮气和3摩尔的氢气反应会产生2摩尔的氨气，所以从系数比也可以知道摩尔数的变化量为1:3:2。现在我们知道化学方程式的系数比等于分子数的变化量比，也等于摩尔数变化量比。请你想一想，系数比与质量变化量比相同吗？想知道质量与体积的关系，首先要知道摩尔数与质量、体积的换算。回到摩尔的定义，12克碳12原子所含原子的数目即为1摩尔，约等于6.02乘10的23次方个粒子。也就是当某原子或分子的质量和原子量或分子量相同时，此时数量即为1摩尔。所以摩尔数等于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等于个数除以6.02乘10的23次方。先前的例子中，已经知道1摩尔的氮气和3摩尔的氢气反应会产生2摩尔的氨气，因为摩尔数等于质量除以分子量。只要知道分子量，将分子量和摩尔数相乘，就能求出每个物质的质量。氮气的分子量为28，氢气的分子量为2，氨气分子量为17。所以1摩尔的氮气为28乘1克，3摩尔的氢气为2乘3克，2摩尔的氨气为17乘2克。所以消耗28克氮气与6克氢气会生成34克的氨气，得到质量变化量为28:6:34，这个比例就不是1:3:2咯。所以从一个反应式的系数比，我们是无法得知质量变化的比例。接着来看体积和系数比间的关系吧。这里要特别提醒，体积的关系仅适用于气体状态的物质。如果反应式中有气体，且在同温度与同压力的情况下，气体的体积比会等于摩尔数比。举例来说，1公升的氧气和2公升的氧气所含有的气体分子摩尔数比为1:2，且气体体积的变化量和系数比是相同的。回到哈伯法制氨的反应中，反应物与生成物都是气体，可以知道气体体积变化量和系数比相同，系数比为1:3:2，所以1公升的氮气与3公升的氢气反应会产生2公升的氨气。了解质量与气体体积和系数比间的关系，以及如何应用后，请你利用刚学到的方式一起算算看14克的氮气与4克的氢气反应会产生多少摩尔的氨气。
我们知道方程式的系数比等于摩尔数比，题目中给了我们反应物的质量，可以先将质量换算成摩尔数，再利用系数比等于摩尔数比，得到反应物的摩尔数。首先，将质量除以分子量，可以得到摩尔数。氮气的分子量为28，氢气的分子量为2，所以14克氮气除以分子量28，得到氮气有 0.5 摩尔。4克氢气除以分子量2，得到氢气有2摩尔。接着，从方程式系数比知道摩尔数变化量比为1:3:2，氮气与氢气消耗量比为1:3，所以反应过程中消耗 0.5 摩尔氮气的同时，也会消耗 0.5 乘3等于 1.5 摩尔的氢气，并生成 0.5 乘2等于1摩尔的氨气。你有发现反应后氮气完全用完，而氢气还剩下 0.5 摩尔吗？这里要和你介绍一个新名词，当一个化学反应中若有2种或2种以上的反应物完全被用尽的反应物，称之为限量试剂。限量试剂可以用来决定生成物的产量，就好像做一个蛋糕要100克面粉与1颗鸡蛋，如果有500克面粉与3颗鸡蛋，能做出几个蛋糕呢？因为只有3颗鸡蛋，所以不论多出多少面粉，我们只能做出3个蛋糕。这时候鸡蛋会完全被用完，面粉则会剩下，那么鸡蛋就是限量试剂。回到刚才的例子中，完全用完的氮气就是这个反应中的限量试剂。另外，在完全反应的情况下，限量试剂完全反应消耗掉之后，生成物所能得到的最大产量称为理论产量。在这个例子中，氮气完全反应消耗掉之后，最多可以生成1摩尔的氨气，即为理论产量。不过，既然称之为理论产量，表示实际实验进行时，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导致反应不是100%完全反应，使最终生成物的实际产量比我们预期的少。这时将实验所得实际产量除以理论产量，会得到产率。例如，理论上能生成1摩尔的氨气，实际上却只生成 0.75 摩尔的氨气。我们将实验所得实际产量除以理论产量，再乘100%，得到 75%， 就是这个反应的产率。到了课程尾声，帮你做个小整理吧。反应式系数比等于摩尔数变化量比，也等于分子数的变化量比。若同温同压下物质为气体时，系数比也等于体积变化量比。化学反应中，若有2种或2种以上的反应物，则完全被用尽的反应物称之为限量试剂，可以用来决定生成物的产量。在完全反应的情况下，限量试剂完全反应消耗掉之后，生成物所能得到的最大产量称为理论产量，而将实验所得实际产量除以理论产量，再乘100%，可得反应的产率。最后想一想，在产生目标生成物的过程中，希望充分利用原料，减少有害物质的释放，将反应的效率达到最高，会计算原子使用效率。原子使用效率要如何计算？和产率有什么不同呢？欢迎你去找寻答案，留言告诉我们哦。